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哦，叫做协调。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，对不对？但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怎么摆脱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，然后找到一种力量，跟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要拼命追求的自信，好像不太一样。没错，是一种更轻松达成目标的方式。对，核心概念可以说就是停止内耗啦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嘛，就是对目标看得太重，又一直怀疑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就陷入一种高度紧张、很消耗能量的状态。这个就是不安全感。对，我懂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而且这种感觉不只让人很累哦，它还会吸引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就像书里提到的，它会去滋养一种叫做摆锤的能量结构。摆锤听起来也很有趣，所以越想做好，压力越大，反而绑手绑脚的，就是这样。那种万一搞砸了怎么办的想法，真的很消耗能量诶。书里还提到罪恶感也是一个来源。对，没错，罪恶感会让人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没什么价值。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抓住这一点，让你不断的去解释证明自己变成要一直辩解。对，结果就更没有安全感了。那为了掩盖这种不安嘛，有些人就会表现得特别强势，好像在攻击这个世界一样。或者干脆就豁出去赌一把，装出很有自信的样子。但那种硬装出来的自信感觉就很脆弱不是吗？像那个沙滩城堡，没错没错，连那种每天对自己喊话说我很棒那种自我暗示，效果好像也有限。因为那个都是治标不治本了。书里甚至说追求我们传统认为的那种自信本身，可能就是一个陷阱。什么陷阱？对，因为它建立在重要性上面，本质上是一种不太稳定的过剩潜能。也就是说，你给事情赋予了太多的心理能量，它反而很容易被现实打破。书里甚至认为自信搞不好是那个摆锤发明出来的，用来诱捕我们的一个工具。你想嘛，有信念就有怀疑的空间，对不对？有道理耶。有自信，可能就有犹豫优柔寡断的空间。所以，与其去追那种虚假的自信，不如学习协调。这听起来像是不用再那么用力去证明自己了。对，协调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。你不需要去战斗，真的不用，只需要培养一种我值得拥有的意愿，英文叫 will to have。拥有的意愿，就能很平静、很自然地走向你的目标。这意思就是要放下对结果，还有对别人怎么看你的那种过度的重要性。不再汲汲营营地向外面证明自己。对，而是从内心去接受自己的价值。这样一来，那种不安全感，甚至连罪恶感，都会慢慢消失。放下战斗，反而会得到更多尊重。这个观点很有趣诶。那协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？不只是心态调整而已吧？协调当然也包含行动，它是把那种焦虑的能量转化成行动的能量。不用硬撑，也不用施加压力，就是开始去做。你一行动，那个过剩潜能就会消散掉，马上行动就对了。对，同时心态上要好像目标已经实现那样去感受它，然后放下对具体过程的控制，顺着那个生命之流走，用你的意图像划桨一样轻轻推一下就好，顺水推舟的感觉。对，这需要心跟脑达到一种和谐一致了，活出自己的信念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处在一种内在平衡的状态，达到这种状态，自然就能摆脱那个摆锤的影响了。说到摆锤，刚刚提了好几次，它到底是什么啊？听起来有点像某种吸取我们注意力和能量的东西，尤其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。可以这样理解了，它像一种无形的能量资讯结构。它们透过引发我们很强烈的情绪，特别是那种基于重要性的，像是担忧愤怒骄傲这些，来吸取我们的自由能量，让我们偏离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目标。现在的社群媒体、新闻，很多时候都在不自觉地放大摆锤的力量，把我们困在那个资讯网里面。
好像是诶。他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娱乐我们，是让我们臣服于他的力量之下。听起来有点可怕诶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跟他对抗吗？硬起来？最重要的原则书里强调就是拒绝与之战斗。不跟他打？对，把它看成一场游戏。当你意识到自己被某件事情激怒了，或者很困扰的时候，第一步是先清醒过来。哦，像突然醒了一样。对，提醒自己说这可能又是摆锤在玩游戏了。然后，立刻降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马上把它看淡一点。或者你可以更有意识的去玩它。玩它？怎么玩？就是故意用一种不恰当的，甚至是有点幽默的方式去回应那些负面的刺激，打破他预期的剧本。不按牌理出牌。对，这样不只可以化解它的影响，有时候甚至可以反过来吸收它的能量。关键就是保持内在的平衡，还有所谓的空性。空性。如果你是空的，就不容易被它勾住嘛，也不需要耗费能量去防御，允许自己偶尔输掉一回合，不要给自己设什么最后通牒。用玩的心态去应对，而不是硬碰硬哈。这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。这个跟刚刚提到的那个拥有的意愿好像也有关联。绝对相关。你想想，要达成目标，关键就是要把自己调整到拥有的状态，而不是战斗的状态。摆锤会一直想让你相信，你必须要拼命战斗才能得到。但 Try Surfing 认为，你本来就拥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们本来就有。对，允许自己拥有，就在当下，此时此刻，无条件地。这个拥有的意愿，比那个行动的意愿更有力量。哇！但是实际做起来好像没那么容易耶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，这个目标好像太大了，我真的可以吗？会有点怕怕的。对，这很正常。书里提到有3个阶段，一开始会有抑制感，觉得不太真实。然后当你慢慢接受它，让它进入你的舒适区之后，会感到一种欣喜，像松了一口气。最后透过持续的去想象那个画面，目标会变成一种平常心、理所当然的感觉。习惯了。对，这时候拥有的意愿就真正产生力量了。同时也要学习去克服一些特定的过剩潜能。比如说，你感到恐惧的时候，最好准备备案，有个 Plan B。对，焦虑的时候呢，立刻行动，做什么都好，只要动起来。动起来就对了。渴望太强烈的时候，要先接受失败的可能性，然后再行动。感觉自我价值低落，停止为自己辩护，不要再解释了。对，容易被激怒，就练习玩那个摆锤游戏。想摆脱罪恶感，也是停止为自己辩解。感觉这真的是一个需要练习的内在转变过程呢。最后书里还有一个比喻，说什么让苹果飞向天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说连坏事都会把它看成好事吗？它的核心原则是这样：你有意识的选择你怎么去感知一件事情，这会决定你的现实走向哪里。我们的看法决定结果。可以这么说，每个事件都像一个岔路口，它可能通往有利的生命线，也可能通往不利的。当你选择用积极的态度，哪怕是刻意假装的，去面对看起来好像是负面的变化时，你就是在选择走向那条有利的路。哇！练习在任何困境中去找积极面，甚至为挫折而高兴。这不是要你否认现实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你的回应方式，从对抗生命之流转变成顺应它。所以，关键是用知晓来取代相信，因为相信好像总是有怀疑的空间，但是内心的知晓是很确定的。正是如此，讲得很好。当你的心智知道某件事情会发生，你的心也会同意，没有疑问。去想象目标已经达成了，然后平静地去行动，不用一直担心怎么办到。对，不用过度担心如何实现，信任所谓的外在意图，也就是宇宙或生命之流本身了，它会引导你，机会会有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，而希望是这一切的起点。哇，今天聊的这套思考方式确实提供了一种
很不一样的应对生活的角度，感觉如果能够掌握协调跟那个拥有的意愿，很多卡关的地方可能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出路哦。的确是这样，关键就是放下那些不必要的重要性，还有内在外在的那种战斗姿态。这里有个很简单的练习，你可以带回去试试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遇到一件不如意的小事，比如说，错过公车啦，或者不小心打翻咖啡什么的，日常小衰事。对，试着在第一时间呢，忍住那个抱怨啊、烦躁的情绪，反而刻意的，甚至可以有点夸张的去想，太好了，这一定有什么好处是我还没看到的，哈哈哈，要这么嗨？或者用幽默的方式对自己说，摆锤又来跟我玩游戏啦，就这样，然后去观察你的感受，还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这就是练习协调、打破惯性、婉转摆锤的第一步。这个练习很具体耶，听起来也蛮有趣的。感谢今天的分享，真的很有启发。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，咱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